感谢各位1年多来订阅追踪的朋友呢，你们长时间的观看呢，让我的 YouTube 频道呢得以开通这个专属会员的功能。那我可以坦白说 ，YouTube 的会员功能本身没有什么实质作用，但是你捐献的一小步呢，是支持重度身障者生活的一大步，也是打造一个成功的案例，让我们身障者呢，就算在家也可以有生存的空间、生活的管道，是对身障者自立生活的一份助力。那各位也可以按影片下方的超级感谢，用每个月1杯饮料的钱呢，来支持我们，鼓励我们，让我们有创作更新的动力，也让我们有生活的空间。各位好，今天呢，我们来延续上次第22集所说的这个数字人哈。我们在第22集的时候已经有教过各位，用这个数字人呢去当 LINE 的这个回复哈。那你以后问问题呢，就是你的数字人去回答你这样。那今天我们要做什么呢？我们可以做一个就是数字人的新闻主播，然后呢去发布新闻稿在 YT 这样。那这个新闻呢，我们在以前呢第11集的时候有教过各位这个新闻的工作流哈，在第11集的时候有教过各位，那时候就是文章，然后发布在3个平台，你自己看要发布在哪一个平台哈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就是把这个新闻的工作流呢，跟 ComfyUI 做结合这样。那我这个工作原理是怎样呢？我先示范一次给各位看啊哈，我现在执行示范一次给各位看。好，可以看到啊，这样就完成了哈。那完成，我们可以来看效果是如何哈。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将于8月1日起对欧盟和墨西哥商品加砍30%关税。基本上就是这样啊，就是这样使用啊。那这个工作的原理是怎样呢？就是说我每天呢设定一个定期的时段，让他去找新闻，然后他就会找很多很多的新闻，非常多。然后呢，我再叫写这个 code 呢，去把最新的日期的新闻给拉出来，7月13号。好，那这个7月13号的新闻呢，我们再让 AI 呢去写一个100字以内的新闻摘要。好，写完之后呢，就是传到我们第22集教过了哈，把这个摘要呢丢进来啊，这个 output 这个丢进来了。然后呢，他自己就会去产生这个数字人了。那产生这个数字人之后呢，我们再把档案呢，就是已经做好了这个 ComfyUI 的档案呢，读到这个 N8N， 转成这个2进制的档案，然后呢再送到你自己的 YouTube 频道。那 title 呢，你可以自己随意写，然后也可以自己去用这个新闻稿的 title 啊，我是用新闻稿的 title， 然后加一个 shot。为什么要加这个 shot 呢？因为基本上在节点里面呢，它自己是没有办法去设定你自己要用 shot 还是这种正常的影片的哈。那要怎么去判断它其实是自动判断的，也就是说你在1分钟以内的短片呢，然后你又有加 shot 的话呢，那就会变成这个 short 短片这样。那这里呢，我们要特别讲一下，跟各位说一下这个 catalog 啊，就是这个目录啊。这个目录呢，这里呢，由于我们是台湾，所以并不是所有类型都有开哦。所以你自己在选择的时候，你自己要注意。像我昨天测试，我用家庭。那台湾这里呢就没有开家庭这样。那因为我这是新闻的时候，我用新闻嘛。然后你如果是做 AI 短影片的话，像这种，这是我昨天测试做的哈。这一种呢，我用这个 Film， 就是短片对不对？我用 Film 这样啊。
那你如果是用N8N这种自动的短片上传，也是可以的哈，这个是我做的哈我都有测试过了。那还有就是说呢，它这里呢，option 这里是选择的，你可以填也可以不填。那我建议是填一下比较好，这样，因为呢，它有一个东西叫做这个儿童的这个判定哈。那我建议你还是设定一下，看是不是只属于儿童。那我这个是没有只属于儿童了，这样。那你不设定，你以后进去后台你也是要设定。所以我建议你开一下这个。那这些 option 怎么开呢？这里有 add option 哦，这里有很多种哦。那不知道的自己去问 AI， 这个我们就不一个一个讲解了，因为其实很好理解啦。那像这个描述就是你自己看要在说明栏写什么，我是直接把描述啦、这个文稿摘要拉过来，这样而已。那还有就是这个状态啊，就是你如果要用设定这个公布时间的话，那你就要搭配这个状态。也就是说呢，它在这个时间以前呢，7月15号以前呢，它是私人的状态。那它在7月15号12点以后呢，才会转公开这样。那 text 呢，就是一些你可以把它想成一些关键字就对了啦。可是这个不是很重要，这个也不算关键字，这个就是一些容错的单字就对了。好，那反正我建议只要填这5个，只要开这5个就好，这是我建议的。那为什么要开这个？就是让你去后台看到底有没有成功了。我来给各位看一次啊，就是让各位去后台看哦，这个影片到底有没有成功。那这个就是有成功的哦，这里都有成功这样。那基本上就是这样使用这样。那如果不理解这个新闻发布的这个作业程序是怎样呢？请去看第11集，第11集我都有教哈。那我们现在呢，比较重要的就是这个 YouTube， 这里呢也有一个 credential 的认证。那我们一样也是新增 credential。那这个呢要怎么用呢？其实很简单，就是我们就是 Google 的这个开发者平台就对了。你一样要去建一个专案，这个我们讲过，我们就不在这里讲。那值得注意的就是说呢，你这个 Google 的开发者专案呢，因为你要用这个 YouTube， 所以你要去开启这个 YouTube 的相关服务，就是这个了哈。这样你才可以去上传 YouTube 的影片这样。那上传好之后呢，你就是把这个2手网络的用户端呢，这个用户编号呢，把它给贴过来啊，这个用户编号把它给贴过来，然后用户端密码呢也是把它贴过来这样。然后这个呢 ，also 的指向 URL 呢，我们要按一下复制，然后一样也是把它贴在这里哈，也是把它贴过来，然后我们再把它登录。我们就是要按进阶，然后继续，这样才可以哦，这样才有成功啊。那出来就是我们刚刚那个效果了。这个出来就是我们刚刚那个影片抛出来的效果。好，这个就是 YouTube 的数字人的新闻播报的使用方法。那有兴趣的呢，再自己去尝试啊。前提就是你一定要在自己的电脑装抗 BY 的。那我说过，我们这一集这个 Flat Index DB 哦，这个工作流并不是最好的哦，因为它有限制，就是这个人物呢只能用方形图哦。可是呢，它是最快的哦。你看我这个100多字的新闻稿呢，它这个150秒就都跑出来了哦。非常的快哦，所以呢，这个就只是这是它的优点了啊。因为我懒惰，所以我用这个了，这样。那你如果想要更好手绘动呢，可以去用我
另外介绍的 latency 或者是其他数字的呢，都是可以的，因为其他的都有比这个 index.tt 加 flutter 更强这样。好，以上呢就是这个 YouTube 的新闻主播的介绍哦。如果有遇到问题的话呢，可以在这个影片下方留言的哦。那如果觉得我的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呢，请帮我订阅、分享、按赞，谢谢各位。